嗨，大家好，我是泰。大家好，我是小静。这一集我们集之大成，我们把全世界的问题，对，全宇宙的茶问题都集合起来，汇集在一起了。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啦，是啊，陆续会有啊。对啊，你就是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一直在提问。对，就有一个新手来说，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很好的事情，对，不是有问题不好，所以欢迎大家留言提问。那我们这些问题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的亲友们、来店里面的客人们、网络上大家常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去收集了。还有我也有很多问题。是，喝到好茶就没什么问题。对，怎么那么多问题？好，那就来开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绿茶、红茶、白茶、乌龙茶、清茶，它们有什么区别？从字面上，大家来看因为广大的网友跟广大的朋友们在碰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会说是泡出来的颜色不同，好像也是可以这样说啦。但是以真正来说，它是制作工艺不同。我们这些你刚刚讲的这四大茶类，它是在所谓的6大茶体系里面出来的。那我们就一一来分析，跟大家讲的制作工艺哪里不同。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制作的只是一个架构。当然很多东西会按照这个架构去走，但是像乌龙茶的部分，它还会做一些微调，像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的中烘焙，对中烘焙的不同，发酵度的不同，它里面还会做微调。像东方美人，它的口感也是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制成又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架构，但这个不要绑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茶人啦。叫做制茶师，他会有他们的就是各个门派的秘诀，对，跟手法，对，所以这东西就只能做一个参考，一个大概。是，而且我们制茶我们知道都是看天做茶，含水量有多少才是取决于茶的口感，并且取决于它要做成哪一个方向性茶品的结果。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小便贴的东西当做参考。对，你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我们就不多赘述，不多讲。是，对，就自己看就好了。好 ，OK。所以绿茶杀青、揉捻、干燥、炒青或者是烘青跟蒸青，白茶最简单，萎凋干燥；红茶萎凋、揉捻发酵。那有些他们会再复揉，解块之后再揉一次，增加了发酵度，好，再是烘焙。清茶也就是乌龙茶，经过萎凋，不管是日光萎凋或室内萎凋，好，再是浪青、杀青、揉捻。揉捻之后，有些厂家会团揉成球，有些直接成条组状直接干燥。这就是刚刚提到，大部分人一开始接触茶不清楚的部分，用这个方式去了解它的差异、口感、汤色，最重要，这个定义是来自于制作工艺的不同。OK。下一个问题。茶叶是不是放越久越好啊？有保存期限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大家常会问的问题茶叶要按照刚刚我们提到的制作工艺的不同，6大茶类的茶品，的存放方式跟时间都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讲先讲绿茶。绿茶因为我们在喝它的鲜甜味，大部分喝到的绿茶是保存3个月到半年之内把它喝完是最好的。再来是白茶，白茶现在的白茶有散茶，有做散茶，也有做所谓的压成饼，这都有。白茶是可以放的。好的白茶可以存放个20年，其实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讲存放，是要存放的条件要好。压成饼的更好，因为它节省空间，能存放的时间更久。好的白茶因为只有萎凋跟干燥，有好的茶，有好的内含物质被锁在里面，在后转化后期，它的口感会更加的温润，更纯化。红茶要看它的发酵度，发酵度高，烘焙度高，当然它这个存放越放越久。如果是叶型茶的话，它能存放的比较久。如果是嫩芽型的，我们尽量是希望它能在新鲜的状况下。能赶快把它喝完。再来是像有些茶，像大吉岭的红茶，它就比较不太适合存放，因为它是要喝香气，所以红茶就要看不同的制作工艺，那看是不是能适合放。再来是乌龙茶，先喝一口茶。乌龙茶跟红茶蛮类似的，以一般的台湾的高山乌龙茶，我们可以存放到1年半吧，我觉得是紧绷的。大部分开封之后呢，就是真空包装剪开之后，尽量我们在半年内喝完保鲜，因为高山茶我们在喝它的鲜香跟深蓝气各方面。那有烘焙度中烘焙、重烘焙或者是中重发酵的，当然可以存放个3-5年是没有问题。对。黄茶呢？黄茶也是偏向绿茶的制作工艺，它增加了这个焖黄的工艺，所以呢，建议黄茶还是3个月吗？3个月到半年内喝完。最后一个叫黑茶，黑茶因为是经过渥堆发酵，在渥堆发酵，他们会把茶都已经定格的状况下，其实黑茶它的后转化的变化性比较少。其实存放个10到20年，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问一下，它为什么可以？就是有些茶为什么可以存放那么久？它的原因是因为水分比较少吗？要先看包装了，每种茶的包装不一样，它的水分依包装的不同，它水分会不同的递减。乌龙茶因为很多都是真空包装在里面，它水分就是在里面的，很少会跟空气接触。普洱茶，它水分以正常的存放，好的干仓存放，它水分是会递减的，你讲的没有错。所以水分的多少的状况不同，会取决于后面的口感的不同。好，下面一题。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茶会越泡越苦啊，或者越来越涩，那这样的该怎么办？是他们泡错方法？基本上是泡错方法，因为每一种泡茶的方式都有一点我们叫做茶水比跟水温。制茶量，对，制茶量、水温比例，还有泡茶的温度、高度，对，那个就很细节。高低度就是连一个
高度的不同，对，都会影影响到这个茶的风味，很神奇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又可以再做一集。可以。常常在店里面也是常碰到客人说啊，这怎么泡怎么泡，我们泡出来的不一定他带回家的会一样跟我们的口感。因为不同的人泡法不同，是啊，心情不同也会去影响任何一个小细节，包含连水也不一样。那我们讲 general， 以大部分来说，茶越泡越苦，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浸太久了，就是制茶量太多，要不就是忘记倒出来，这会造成苦的原因。我们说先以泡茶来说，其他的因素我们先不管。那我们来怎么解决吗？解决就是说，我们不要浸那么久。好，先减少我们的制茶量。好啊，慢慢的时间慢慢拉长，自己去调整自己的口感。但是呢，如果已经泡出来太苦怎么办？比如假设好这个太苦怎么办？这么多的茶，很简单，我们加水，去兑它，对，加热水兑它，好，把口感降苦味的口感降低。但是要注意哦，假设这泡茶已经把它泡苦了，代表已经是大量的内含物质已经释出来了。下一泡茶，如果你时间减短，它或许口感会更淡。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在自己泡茶的时候自己去摸索跟调整。因为就是怎么说，每个人喝的口感也是不同的嘛，喜欢的味道不同，是，所以就只能自己去摸索咯。是，没错，我只能这样，先大概跟大家这样讲。细节的部分因为有太多的变数跟定义需要去调整。我觉得也许每种茶要开一集跟大家讲。可以。好，下面一题。无咖啡因茶真的没有咖啡因吗？好，我们应该讲无咖啡因。我听不太懂这个问题。这个真的有茶不就是一定有咖啡因的吗？还是说他们指的茶其实并不是茶，可能是花茶？我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取这个叫无咖啡因茶，真的没有咖啡因吗？很多人真的对茶不是那么了解，他们会觉得说我要喝没有咖啡因的茶。哦，对不起，茶都有咖啡因，茶都有咖啡因，只是多跟寡是没有错，所以不能说没有咖啡因，只是咖啡因多跟寡而已。好，那我们这样讲，茶都有咖啡因，那大部分喝的没有咖啡因是什么？叫做花草饮。对不起哦，茶的定义是茶哦，我要说是花草饮，它不是茶。好，因为不管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茶，它的定义茶嘛，茶是什么？茶树嘛，我们也聊到茶树是树形或灌木形，它是茶树制成的，不管它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它都有咖啡因。所以只有咖啡因多跟少的不同。好，再来是无咖啡因，刚刚我们聊的，它就是所谓的花草饮。不是花草茶，花草茶里面有茶才叫花草茶，花草茶里面没有花草茶，对不起，你叫做花草饮。洋人老外最喜欢喝的嘛，洋甘菊茶、洛神花茶、南非国宝茶。对不起，我都讲茶，但是我们叫做洋甘菊、洛神花、南非国宝花草饮，它就没有咖啡因。我以为南非国宝茶是红茶的一种，它是花草，它是各种香料放在里面。是哦，我以前好爱喝哦，我以为它是红茶它是花草饮，它不是红茶。但是不知道有些人我不知道，因为我对南非国宝茶不是那么了解，会不会他们有些人把碎形的红茶加进去，是要看成分，要看成分。对，所以我们要以界定来说，这个东西要分清楚，茶都有咖啡因，没有咖啡因的叫做天然无咖啡因的花草饮，这是两个东西，对，所以这样子大家都会比较清楚的。反正就是茶的定义就是一定要是茶树去采下来的茶叶制成的，是。那茶树的话，肯定就是一定会有咖啡因，对。那如果不是有咖啡因的，大家俗称的花草茶那些的，那就不能够算是茶类，它就不算茶类了，对，那就是花草饮料，花草饮。好，这么多问题啊！我们这些问题未来包含刚刚我们在解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有发现到一些问题可以单独做一集的，在未来我们也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会陆续的把大家常常提问的问题都尽可能的详细回答，并且呈现在大家前面。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知道、不了解、想要细问的，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整理出来更多的问题给大家。好，喜欢的就订阅、按赞跟分享，也可以支持我们。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